半小时前，我刚结束一个20亿的并购案，正想跟亲哥去吃火锅庆祝，结果刚迈进电梯就穿到了这里。妹啊！好消息是，我哥也一起穿越过来了。牛马没有节假日，牛马只有价。妹，哥，我一穿过来就被塞进翰林院抄了1天的起居日，手都快废了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被绑定这种反人类的东西？恭喜宿主已绑定宫斗系统，终极攻略目标：大庸皇帝宵夜，当前好感度-300。你快看看你的。恭喜宿主已绑定败家系统，终极任务：败光贪官爹所有贪墨的钱财，兄妹2人共同完成任务，便能回到原世界。给你的是败家，给我的是公道。坏消息是，我俩的系统绑反了。你哥我堂堂水利工程与机械工程学双录博士，这该死的破系统！失败惩罚是什么？淹了，打入冷宫。顾明月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哥都要进冷宫当太监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对不起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顾明月，系统，我一个投什么赚什么的顶级投资集团 CEO， 如果完不成败家任务怎么办？失败惩罚：斩首，而且死后也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。我这便宜爹到底贪了多少8亿两白银。多少？监察院一旦查实顾德白贪灭，顾家将被抄家灭门，请2位宿主尽快提升皇帝好感，花掉赃银。抄家灭门？这是什么天崩开局啊！月儿、莲儿，你们都在一块儿呢。哎呦，我的乖宝们，听到监察院要来查账，受惊吓了吧？放心，这次江州水患的10万两赈灾银，爹早就连夜让人转移了，分了好几处，保准谁都找不到。触发首项败家任务，4日内花光10万两赈灾银。爹，您把藏银的地址也给我一份。你要地址干什么？花钱。你说什么？莲儿，你妹妹是不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冲撞了？爹，你就告诉她吧，不然我们很快就要永垂不息了。你闭嘴！月儿啊，那是爹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扣下来的，不能花。爹，娘走后您一个人养大我们，如今家里有难，女儿也想帮您分忧。别哭啊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爹给还不行吗？月儿，这可是爹的心血，千万不能暴露啊！我知道了，爹，您先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儿女儿来办。哥，过来开会。4天内必须要花光10万两，还不能花在顾家，否则就不是花钱，是自首了。对了，江州灾民现在什么情况？今早的翰林院邸报我看了，朝廷拨了30万两赈灾银，但1两没到灾民手里。灾民们都逃到了京都，现在城外已经聚了数千人。朝廷不管？在城门口设了路障，美其名曰防止冲击治安。不对劲，这么大的事，皇帝会不知道？难道他在钓鱼执法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银子处理不好，用不了3天，咱们都得完。数千灾民缺吃缺穿缺住处，而我手里正好捏着10万两急需花光。我需要一个项目，利民不利己，让爹觉得能赚钱，愿意继续投，实际是个越赔越多的无底空。你这描述怎么听着像我穿越后的人生？我们双管齐下，我花钱填坑，
你去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保住脑袋，回到现代。行，哥豁出去了。不过，你打算怎么安置那些灾民？姑娘想买城西那片地，那地方荒了10年，又紧挨着难民营地，根本没人要。荒山好啊，搞开发稳赔不赚，而且还方便安置灾民。开价多少？荒山加上山脚那块平地，一共80亩，5000两。当然了，可以商量。太少了。什么？5000两才到 KPI 的5%，不行，太慢了，得加码。你们官府派人张扬土地，得有跑腿费吧？那倒是有的。跑腿费50两，疏立抄地契得有润笔费30两，存档占用了库房空间，管理费20两，地契需要知府大人用印，请示费100两。旁边的小溪两岸使用权5000两，对面野茶田2000两。那茶田最多值300两。我看中的是未来增值潜力。什么增值潜力？那破茶田兔子都不拉屎。兔子不去，说明生态好，更值钱了。再加500两，再加上周边那几座无主野山的改名费，每座3000两，总计3万两。3万两。姑娘稍坐，此事下官做不了主，得请示上峰。皇兄，顾府嫡女顾明月要花3万两买下城西那片荒地。3万两，他自己加的价。对，听说加了跑腿费、润笔费、管理费、请示费、咨询费，真是有意思。我头一回听说买家主动给卖家发补贴的，把赃银通过高价买地洗进官府账上，回头转手还能赚，监察院查不出毛病。一个闺阁女子能想出这种洗钱手法，哼，虎父无犬女。那这笔交易批不批？批，他要买哪块地，就卖给他。朕倒要看看顾德白那个老狐狸，到底想借他女儿的手玩什么花样？小姐，10万两银子都兑成银条了。姑娘，上头批了3万两，1分不少。拿来，痛快。恭喜宿主完成一笔交易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知道你们从江州逃难过来，吃了很多苦，现在还被拦在城门外。我今天来，是想请大家做工。你打算怎么安置那些灾民？以工代交，我雇他们做工，发工钱买物资，钱花光了，灾民活了，赃款洗干净了，系统任务完成了，完美。我在城西买了地，要建作坊，每位伙计月钱5两，包1日3餐，顿顿管饱。5两银子，我没听错吧？还管饭？每月初1、15放假，生病有大夫，第1个月工资日结。我报名！一个一个来，都有份儿，插队的取消资格。东家，你们这真的管饱？你不是灾民，不符合条件。你会什么？啥都会，就是一顿能吃8碗饭，
吃的多好，伙计费蹭蹭涨。招了，下一个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在下食不济，是个秀才。你是灾星下凡吧？在下干垮过50家店，不装粮不酒楼。我去哪家赔？赔的多吗？挺多的，有一次烧了大半条街，赔了3000两。你就是个命运多舛的人才。我，东家，我是梅星，去哪儿赔钱。您真要招我？招，必须招。你不是梅星，你是天降奇才，在我这儿你就是幸运星。有这位仁兄在，根本不可能赚钱，这就是个吞钱坑。食不济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普济堂荒山事业部大掌柜，月薪10两。10两，六品官的俸禄也就这个数。东家，您这是在做善事还是在耍我？没耍你，记住一句话，没有无用的人，只有没放对位置的人。东家放心，属下绝不辱命。那后面的登记造册交给你了。始发费3万两，购地预估人力成本15000两每月，剩余55000两，倒计时3天18小时。还剩55000两，得加速了。顾德白那老狐狸，这是让女儿用高额工签把赃银化整为零，散尽民间，既稳住灾民，又洗了银子。他是着急出手那10万两银，等银子花完了，灾民知道被利用发动暴乱，顾家可捂不住这事。皇兄，那咱们还按原计划动顾家，先吓他们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后手。月儿啊，今天买地花了多少？3万两。3万两，挺好。想来月儿眼光应该有独到之处。爹，这3万两买的是资源，等时机到了，变现利润最少翻1倍，3万两回头就是6万两。就那鸟不拉屎的荒山头，闺女这是被人坑了，还帮人数钱呢。好闺女，有出息，爹高兴。我哥呢？大少爷把自己关房里半天了，饭也没吃。我去喊他。哟，忙着呢，颈椎不好，准备牵引。上吊你看不出来？说说，怎么了？皇帝对顾家的仇恨值全记我头上，今天又涨了280。咱爹今天又干啥了？爹今天倒是挺老实的，是不是你惹了什么事儿，让皇帝又不开心了？我？难道是花钱买荒山的事被发现了？你们翰林院晚上不是值夜班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半夜？没时间了。站住！翰林院编修顾明明，今夜值守待诏，有一份急件，需呈皇上御阅。陛下已经歇了。急件。进。横竖都是一死，拼了！什么急件？回陛下，是关于江州水灾的。任务精算倒计时30秒，未完成将予以阉割惩罚。30、29、28。都滚下去！你爬朕的床干什么？朕没有龙阳之好，你最好编出个理由，否则拖出去杖毙。陛下，臣想给您讲讲都江堰的原理。什么东西？
治水奥义。昨夜仙人托梦，让臣坐上您龙创，便会告诉臣治水之法。说来听听。江州水患根源不在天灾，在于河道淤积、堤坝年久失修、泄洪口设计不合理。江州湾道可按都江堰原理改造，上游设分水鱼嘴，一分为二，内江引水，外江排沙。湾道修飞沙堰，利用湾道环流自动冲走泥沙。自动冲走？对，不是人力挖，不花1两银子，水自己就把活干了。继续说。恭喜宿主完成本次任务。明晚，让那个姓顾的翰林继续来值夜。是。陛下，那厮轻薄于您，杀吗？飞沙堰，弯道环流。这个顾名里有些东西，暂时不能杀。掌柜，我要签500名工匠，工期10天，每人每天另补50文辛苦线。500名工匠，10天工期，若要保证工期，得加人手，合计8000两。可以，必须保证工期和质量，若是偷工减料，质量下等，倒赔我双倍。没问题，东家放心，绝对保证质量。七叔您收好。不对，怎么突然多了2000两？闺女辛苦，爹给你补贴了点银子。这个贪官爹，迟早要坑死我！东家，您看这个。此药发痰止咳，前朝列为珍稀贡品，后几近失传，名为橘红。东家，您知道？这可是南方人参啊！可惜这里没人认得，满山果子被当成了废物。这漫山遍野的全是。我就知道您一片黄山不是随便买的。还真是随便买的，说好的赔钱呢？东家，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谁是这边主事之人？我的弟，地契齐全，京兆府登记在册。能调动这阵仗的不简单。姑娘好大的手笔，3万两买荒山，上千号人，包吃包住，月钱5两，家底殷实的很呐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殿下谬赞。你认识本王？不认识。但监察院直属天子，能让监察院精锐当护卫的，不是陛下，就是王爷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不会来这荒郊。这片地打算做什么？制药。这山上有种果子叫苦柚，古籍记载，其果皮入药，可化痰止咳，理气健脾。江州灾民逃难至此，如今是普济堂的伙计，我打算带他们开山采果，炮制药材，造福大庸百姓。姑娘还真是心怀天下。这地，这山，这上千号人，全靠你一个人的银子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地是朝廷的，山是大庸的，灾民是陛下的子民。我花的每一两银子，都会花到该去的地方。说得好，既然姑娘心怀天下，本王下个月再来看看你的制药成果，到时候有没有回到该去的地方，本王可是要验账。原以为花完赃银就能走，可皇帝早布好了局。如果钱不能生出利润上缴朝廷，顾家照样满门抄斩。阶段性小节会议开始。好消息，皇帝的仇恨值降了。降了多少？50、500、5点。你说多少？从负580变成负575。哥，你讲了一整夜水利工程，才洗掉5点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系统跟我有仇，加的时候200-300的加，减的时候跟挤牙膏似的。按你这速度，要把仇恨值清零，得在龙床上通宵讲4个月。士可杀不可辱，老子不干了！左右不过一死，18年后。系统说了，完不成任务没有来世，只能在这永垂不朽。恭喜宿主丁兑换成功，已获得橘红镇可散炮制全工艺。等等，你买的那片荒山上产的就是这个？那全是名贵药材啊！你的任务不是败家吗？我买荒山是想赔钱，可是现在山被皇帝和七王盯上了，不产名贵药材都不行。唉，哥，你会跳舞吗？我连广场舞都踩不对拍。那你觉得你能惊艳皇帝？经验不好说，惊吓肯定可以。5点好感度，你讲一晚上课才抵5点，这是捷径，必须拿下。我在皇帝寝殿里翩翩起舞，那画面简直不堪入目。哥，你不需要跳得好看，你只需要惊艳。惊艳的本质不是好看，是出乎意料，是让对方看到从未见过的东西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现代的舞种很多，比如我要在这儿搭建制药厂房，名字就叫普济堂。你去采购一下材料。东家，金丝楠木一根梁砖少说500两，10座厂房的用量，光木料就得上万两，这也太……听说过品牌调性吗？普济堂走高端路线，药材顶级，厂房也得有档次。
你见过哪家奢侈品作坊用松木搭棚子？所以我们的标准就是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东家高瞻远瞩。光靠买材料不够，还得再投点啥。东家，江州又来了1000多人，听说了咱们普济堂招工，包吃住，月钱5两。1500人也是极限，再塞1000人进来，不出3天必出乱子。齐王的眼线就在暗处，灾民一闹，顾家直接祭天。告诉新来的，招工名额已满。那他们怎么办？我另有安排。算了，正事要紧。哥，又来了1000多灾民，全涌到京都了，人多了容易暴乱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让他们回去。回去？江州3个县全淹了，回去种荷花？所以才需要你这个教授现招啊！江州短期内恢复不了农耕，但灾民不能一直吃救济，得找个产业，让他们回乡后有活干，有钱赚。哥，你说江州除了种地还能干什么？养鸭。水患过后种不了庄稼，但养水禽是天然优势。江州这几个县浮游生物多，鸭子往水里一放，自己就能吃饱。行，我亲自去江州实地考察，选址、谈合作、布局产业链，一趟搞定。我陪你去，反正江州也不远，当天就能回来。你今晚不用进宫？今天调休，陛下翻了我后晚的牌子。我去探探情况。老哥，本地人，干啥行当的？给客人上门做鸭的。失敬失敬，老哥干这行多少年了？20年，我爹就是干这个的，祖传的手艺。这玩意儿还能祖传？那平时接客多吗？多啊，以前多的排不过来，我从早干到晚，客人们那叫一个满意。从早干到晚？哥，人家是厨子。怎么看不起厨子？我陈三刀做鸭一绝，江州城响当当的名号。不是，老哥，是我理解错了。你精通做鸭，对养鸭有了解吗？我年轻时候养鸭也做鸭，鸭子好不好一掂就知道，从孵化到出栏门儿清。后来养鸭赔钱，就只做鸭了。养鸭赔钱？怎么赔的？我为了鸭肉紧实，一天赶着鸭子跑好几圈，费时费力，产量还低，哪能不赔钱呢？赔钱好啊！你这店我盘了，连人带店500两。姑娘，你别拿我寻开心了，这破店50两都没人要。从今天起，你跟着我干，任命你为普济堂江州分号家禽事业部掌柜。什么事业部？姑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百姓们都没钱没营生，生意不好做呀。我要你带着江州百姓养鸭子。不，我不擅长养鸭，您让我养，不出半年就得亏个底调。再说百姓饭都吃不上，谁有心思养鸭子？这你不用担心，你只管技术指导和收购。你去搬张桌子出来，敲锣。姑娘，敲了喊啥？就喊发钱了，发钱了！发什么钱？施粥吗？父老乡亲，我是京都普济堂东家，今天来江州发展水禽养殖业，养鸭子。愿意加入的，每户先发1两银子小额无息贷款。小额？
无锡就是先把钱借你们花，买粮买布修房子都行。鸭苗免费发放，陈掌柜教技术，鸭子养大了，普济院按市场最高价收购，卖鸭的钱再慢慢还贷款。不要钱发鸭苗，还给1两银子。这姑娘是活菩萨下凡啊！但有规矩，必须按普济堂的方法养，有异者当场签契约。东家，您让我带大家养鸭，可得做好赔钱的准备啊。老陈，我看上的就是你的钻研劲儿，就按照你原来的养鸭办法来养。东家放心，我一定把家禽事业部做出名堂。东家，一共签了3万多户。恭喜宿主达成首项败家任务，奖励一次未来头条新闻查阅机会。还好，脑袋保住了。奖励已解锁，未来头条新闻查阅机会，是否使用？是。什么奖励？让我看看。大雍2年夏，京都爆发未知呼吸道传染病，死伤无数。呼吸道传染病？患者高热咳喘，痰中带血，发病3日致死。6月下旬，疫情迅速蔓延全城。高热咳喘，痰中带血，这是高著病性变异流感。又向顾德白贪墨药材专款，致百姓无药可治，龙颜震怒，故事一族满门。抄斩！哥，咱们得想办法应对疫情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保命。咋应对？古代医疗水平有限，又没止咳糖浆和枇杷膏。橘红颗粒，咱们有橘红原材料，加上你兑换的炮制工艺，只要在疫病爆发前批量做出来，就是现成的特效药。还得准备口罩，但现在纺织技术不成熟，没办法批量制作棉布。哥，你会制作纺车不？纺车？我们不但需要纺车，还需要织布机和口罩加工流水线。没问题，我这2天好好研究设计一下。月儿，李儿，听说你们去江州谈生意了，路上累不？爹，有话直说。乖女儿，好大儿，爹今日发大财了。工部做账有漏洞，爹拨弄了一下，又进账了10万江州治水的专款。爹，您说江州治水的专款？对啊，10万两呢。你爹厉害吧？你俩1人1万，随便花，剩下的爹存着。丁，检测到家庭新增巨额赃款，触发限时任务。花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便宜爹的贪墨速度。哥，跳舞的事儿提上日程。咋还不高兴呢？难道是嫌我贪少了？哎呦我的儿！哎呦我的儿！怎么月儿嫌少，你也嫌少？快起来，爹给你再加1万！李儿，李儿，李儿，这是高兴晕了。月儿，这就是你非要拉着我来看的金山？对，东家您来了，这位是我爹，属下时不进，拜见大老爷。你把昨天的汇报再说一遍给我爹听。大老爷，这就是苦柚果皮，经确认，此乃失传已久的名贵药材橘红。这东西值钱？1两橘红值10两白银，4万多棵树，年产6万斤以上，折银96万两。多少？96万两。若陈化3年以上，价格还能翻倍。3万两买了近100万两的药材山，这是拜了财神爷呀！爹爹，哎，怎么了？之前那10万两
全花光了，银子不够了。10万两扔进去，出来100万两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赚的。但你这买卖有几成把握？10成。哎，走吧，回家爹给你拿钱，再给你10万两，你拿去折腾我的血汗钱呐！当前任务：才艺展示，为皇帝献上一支舞蹈。任务要求：惊艳皇帝。剩余时间6天14时。6天时间倒是够，但问题是，哥，你要趁着皇帝被你惊艳到，把江州治水的差事要下来，我再把爹贪的赃银弄出来，跟你一起去治水。一定要今晚吗？不如没时间了，监察院一查，咱们的脑袋可就……脑袋和脸皮，还是脑袋重要。臣顾明礼参见陛下。今夜准备了什么秘籍？灵渠还是郑国渠？陛下，臣今夜不讲秘籍，臣有一样东西想呈给陛下看。呈上来。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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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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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海草，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恭喜宿主完成本次宫斗任务，奖励1次秘籍兑换机会。赢。顾编修，你最好又是仙人指点。回陛下，确实是仙人指点。仙人让你在朕的御书房里摇来摆去，仙人让臣展示水中海草的运动形态，以此引出治水之道。臣自请带领工部前往江州，实地治理水患。你一个翰林编修，请旨治水。臣虽官职卑微，但都江堰原理弯道环流治沙，并非纸上空谈。江州水患根结，臣实地勘测后心中有数。这工程离了臣，谁都做不成。好大的口气！半年内根治江州水患，若不成，提头来见。是，朕准了。即日起，升顾明礼为工部借调员外郎，领江州水利督造使。工部拨匠人300，限期半年。每月回京述职1次，述职的时候，把你那些新发现的秘籍也一并带来。臣领旨。终于拿到在古代大展身手的机会了。哥，纺车图纸画的怎么样了3锭脚踏纺车，效率是现有纺车的3倍，找个好木匠，几天就能出墨迹。好，我明早让人找工匠定制。哥，来开会。我先说我这边的进度，橘红事业部已经开工，8个工序组跑通了流程，由10部计全面管理。你那边呢？工部批了300匠人，明日出发。爹的10万两我已经拿到手，江州治水需要多少？折子上写的拨了30万两银，10万被咱爹贪没了，还剩20万，应该够。那我给你预留3万做备用，剩下的7万我先拿去做棉纺和口罩工坊。对了，你跳舞的奖励领了没？差点忘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才艺展示任务，请选择一项兑换。我选 C。兑换成功，已获得智能导航地图。这地图不错，有地质层标注，连土壤含醇率都有。未来3日天气晴转多云，东南风2级，无降水。京都至江州官道畅通，城南渡口拥堵，建议入行。还有天气预报和交通拥堵情况。
唉，这下治水方便多了。新任务发布，任务内容：1个月后皇帝寿辰，送上一份亲手准备的贺礼。任务奖励：好感度加10，完成期限30天。失败惩罚：好感度减500。恭喜哥，这次不用背烟了。好感度达到-1000时将会被杖毙。我现在-507，任务失败再扣500就变成了-1007，还是会被杖毙。没事儿，你随便做个东西，送到就算完成了。行，那咱们明天动身去江州。首批橘红制成后，监督配药组按配方合成镇可散。东家放心，我一定严格监督，保护好秘方。东家去江州是有新打算。店分号，我外出期间，橘红事业部全权交给你。8个管事的产量日报要每日核对，送信到江州汇报情况。属下明白。丽儿，真要去江州治水？爹，圣旨都接了。罢了，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你妹妹，遇到难处就给爹写信。爹，出门在外没钱寸步难行，少废话，拿着。谢谢爹。检测到新增银票，任务从败光10万两变为12万两，剩余时间22天。唉，出发，江州。哥，怎么了？8万两，朝廷拨30万，咱爹摊10万，剩下20万，户部扣3万，工部扣4万，江州知府结5万，到手只剩8万。8万两勉强能开工，但后期绝对不够。我立了军令状，半年治不好，就得提头见陛下。哥，你先去工地勘测选址，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你能想什么办法？当然是让咱爹去搞钱。老爷，不好了！大清早的，什么事慌慌张张？是小姐从江州送来的急信，桃枝说小姐是哭着写的。朝廷拨银30万两，到兄长手中仅余8万，兄长愁得夜不能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敢吃到比我还难看。30万两，老子才拿10万，剩下的被这帮王八蛋劫了12万。更衣，穿朝服，进宫。是。敢摊到我儿子头上，动我顾德白的根，老子今天非敲打敲打他们不可。顾大人，顾大人在吗？谁啊？在下江州知府何元朗，特来拜访顾督造使。哎呦，顾大人，下官来迟了，罪过罪过。先前治水专款账目出了纰漏，下官已清算，户部、工部的差额一同垫付，12万两，一文不少。何大人，昨天您手下师爷还说行政协调费是定例，概不退还。那是下面人不懂事，下官已训斥过。顾大人是奉旨治水，哪能让您在银钱上为难？而且，右相大人给下官递了封书函。我爹写了什么？右相大人关心公子，让下官多多照顾。顾大人，江州洪灾年年有，百姓苦得很。下官在任3年，也想治水。这次您来了，下官一定好好配合。多谢何大人，日后有需要府衙出力之处，还请配合。哟，老爹这行动力可以啊。可这便宜爹又敛财又有手段，
皇帝怎么会继续留他当国库蛀虫？皇兄，顾德白贪墨证据确凿，足以满门抄斩。您布局多年，为何还不动手？老四，你觉得杀了顾德白，朝堂会怎样？右相倒台，党羽清洗，朝堂震动一阵，然后恢复秩序。然后呢？然后他空出来的位置会有更多人抢。杀一个顾德白，还有100个顾德白在暗处。百姓该恶还是恶，该死还是死。但他那双儿女做事倒有意思。您说安置江州灾民，江州知府拿着朕的赈灾银装死，可顾家丫头倒用贪来的钱把赈灾办得漂漂亮亮的。3万户签了养殖契约，发银子分鸭苗。朝堂上这么多官员，怎么就没人想出这办法？还有那个顾明礼，他第一次入宫值夜，就爬上了朕的龙床。什么？然后躺在朕枕头旁边讲了1夜水利工程。所以皇兄没杀他，刀架到脖子上了。他说仙人托梦让他把治水之法传授给朕，皇兄信了。信不信不重要，他说的东西朕让人查过，没有任何古籍记载，要么是他自己琢磨的，要么就真实。顾德白留着比杀了有用，留着他才能拿捏他那对儿女，让他们替朕办事。臣弟明白，我派人继续盯着，不只是盯着，江州那边派个隐卫过去，监视他们，保他们性命，别让地方上的蠢货把人弄死了。臣弟领命。这不是你织的？是，客官看看。这是棉布，棉纱捻得很紧，普通纺车做不到这个密度。你改过工序？改过一点。苏婉，我侄儿刚走1个月，你就摆布做买卖，眼里还有沈家吗？小叔，这布庄是我娘家陪嫁，跟沈家无关。嫁进沈家门，东西就是沈家的。侄儿不在了，铺子自然该我们这些叔伯管。契书在我手上，铺子是我的。小叔说这话就不怕官府？哼，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契书？你嫁进沈家2年没生养，还有脸留铺子？不交契属，我就去告你谋害亲夫、贪占家产。闹上公堂，你一样留不住。我不交。布庄是我吃饭的家当，你们想拿走，除非我死。你谁呀？他的事我管了。小姐，这是我沈家的。我听见了，你刚才说要去官府告他，正好，我也想去趟官府，当着官差的面，你把刚才那番话再说一遍，我倒要看看大庸的律法到你们沈家面前，是不是就不奏效了？行了行了，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晦气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明天我还来。多谢姑娘相帮，你这布一天能织多少？米纱碾得好的话，1天1匹。市面上老式纺车1天连半匹麻布都费劲。你改过纺车？我想请你做一门生意，我要建纺织工坊，
需要懂行的人带一批女工出来。姑娘为何找我？是看我可怜。我摸了你织的布，能织出这个紧实度，要么是改了鞘齿的间距，要么是换了整个织机的打尾结构。你改的是哪个？都改了。我找你，不是因为你可怜，是因为你是行家。但是我一个人织不出太大量，不需要你织。你管理团队，师傅带徒弟，徒弟再带徒弟。你不用教会他们全套工艺，只需要把工序拆开，每个人只学一道，分开做速度肯定快。但碾纱的人手感不同，纱线粗细会有差，到了织布的人手上衔接不上。如果有一款纺车能把棉纱的粗细控制在固定范围内呢？敢问东家大名？普济堂，顾明月，救了3万多户灾民，不仅发钱，还带着百姓养鸭子的活菩萨。东家里面请。这铺子你一个人守不住，明天他们带人来砸织机，你连布都织不成。我知道。我要在江州城外建一座2000人的纺织工坊，你的手艺不该被小作坊困住，该让全江州都看见。2000人，锅坊，此话当真？当真。第一期招200女工，你全权执掌。做我纺织事业部的大掌柜，月钱10两，你看看，觉得没问题就签。可沈家隔3差5就来闹，我怕连累你。小姐，放期书办好了，看看。您救我于水火，我苏婉从此便是您的人。苏掌柜。纺织事务部交给你了。是，东家。对了，如果每月要产2万匹棉布，需要多少台机器？2000女工的话，需要弹花工50台，改良纺车1200台，织机500台。回去列成单子，让工伙采购。是，小姐。得抓紧了，1个月内纺织团队要是不开工，3个月后。大雍2年夏，京都爆发未知呼吸道传染病，死伤无数，就只剩死路一条了。是招织部的吗？是。家里男人不让。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还嫁不嫁人？伤风败俗！东家，今天来了2个，又走了2个，一个人都没招到。3两银子还招不到人，我都想去。外头的女子别说出门做工了，多走2步街，公婆都要骂不守妇道。告示先别贴了，得换个法子。还想吃肉包吗？有。去人多的地方嚼舌根，会不会？会，那可太会了。去菜市口说，普济堂招女工，月钱3两，包吃。可惜我没那福分。3两，比码头扛包还多。就是这个劲儿，名额有限，只收200个，明早得排队。再去码头说，带一个女子报名得10文赏钱，我得赶紧拉我姐去。自己介绍自己算不算？算。就说路上的还有入伙福利，走时提着好大一包东西。东家，我去了能路上吗？
招女工，你是女的吗？干完活一人20文，2、3人一组，说完就走，像不小心说漏嘴一样，懂？保准比真话还像真话。东家，这些话大半是编的吧？不是，明天会变成真的。苏婉，掌柜的，我介绍了3个人，是不是给30文？给。等着，我还有人要介绍。报名排队，一个个来。这是入伙福利，凡是录取的女工，当天领取。活了40年，头一回干活，东家还给发猪肉，复工还发猪肉，难怪挤破头。东家，今天来了不少人。第1期名额已满，1个月后有第2期招募，后面的都散了吧。掌柜的，先登个名留个底行不行？到时候优先考虑我们。行，预登记，不保证录取。留名字和住址就行。东家，一共录用200人，补录200人，400人全部留用。明天起，你带他们学理论，10天后厂房建成，上机实操，最后考核，合格才签契书。有竞争才懂得珍惜机会。另外，大批量采买棉花，把江州的棉农都签下来，每月补贴1两银，但棉花只能卖给普济堂，按市价收购。都签下来？对，有多少要多少，没有上限。日后棉布的需求量会远超丝绸。好，我明天就去联络。看那2人衣着规制，不像寻常刺客，倒像是……是他派你们来的？姑娘知道我们要来。他放心不下我。齐王府影卫15，齐王府影卫10，奉命盯着顾氏兄妹，防止你们死了。替补？主子说我们出任务中毒后脑子不太够用，只能当候补。这次人手紧缺，主子就派我们来了。这意思，难道盯着我们就不需要带脑子吗？明月，你也刚回来，正好帮我想想皇帝生辰。我操！明月，快过来！有人要取我们狗命啊！他俩搜啥呢？怎么还趴地上了？搜你养的狗。为啥？保你狗命。狗在哪儿？没事，不用保狗命，能保护我们的命就行。15，你总瞪着我干嘛？主子的命令是让我盯着你。绝了！这是4K 超高清无死角监控摄像头啊！经营班子第3次碰头会，先对账。河道工程已经花出去6万两，
但上游水流太急，要上石头沉香，预算得加2万。我这边买地、建厂床设备、棉农补贴、入伙福利，共37000两。哥，你放开手脚去搞，别心疼钱，缺的2万两从我这拨你。你那钱不是只能用来投资产业吗？没关系，可以以普济堂的名义建个码头，上面问起来就说方便漕运。明月，建码头要跟官府、曹帮打交道，还得防地头蛇，不是砸钱就行。选址可以避开曹帮地盘，万一他们不讲理，就让齐王府的人去讲理。哥，我们是来花钱的，等码头真正经营起来时，说不准咱们都已经走了。你早就算好了。行了，哥，快把你的地图调出来，我看看地形。这条江你治理完之后，能保证不再溃堤发洪水吧？放100个心，包安全的。那这块地我要了。普济堂，可是江州收容灾民的普济堂。正是，在下东家顾明月。顾东家，不知东家与京都顾相大人可有渊源？大人与顾相相识，当年家母病重，是顾相出资救治，又资助我读书。周某能有今日，全赖恩师顾相提携。他说的是我那个贪官便宜爹。不知东家此行所为何事？我想买下沿河的所有荒废地块，建一条商业街。商业街，都是山铺的那种。对，至少能让百姓有生计，人口回流。好，东家大善，来人，将所有地籍册全部搬出来。沿河2公里的地块，我全要了。全要！63块地，1800亩，合计14500两。平个零头，15000两。零头还能这么平？东家，下官代清水百姓谢您。周大人，白河、柳桥2县的情况你熟吗？小姐，这个白鹤县令真磨叽，帮他们解困，他还端架子，说什么要走流程。没事，他们不卖，有的是人卖。柳桥县的5000两，加清水县的15000，2个县买地花了2万。地有了，想长期稳定经营，还得找个八面玲珑的人管这条商业街。张叔，李二嫂家的驴挣了绳子，不是诚心采要您的萝卜。他那迫害了我小半席子萝卜，我的萝卜就快能收了。半席子萝卜约30斤，7文1斤。李二嫂，您看是赔200文，还是等您家萝卜熟了匀张叔30斤？行，匀他30斤。行，看在温送财的面上，不计较了。这人有点意思。公火，跟上那个人，别太近。顾小姐看上一个男人，跟着男人走了。温燕之，爹原是府学教义，3年前水灾家底全没了，祖产被叔伯骗走，爹娘都病着，他现在靠打零工糊口。书香门第，会记账，懂人情，天生的管理者。不过还得试试。15，我去人家门口谈事儿，你退后5步，站巷口。主子说盯着你。巷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你盯着巷子，就等于盯着我。小姐读入穷书生家，令我退后不让看，非常可疑。请问温先生在吗？姑娘有事。方才张叔和李二嫂的事我听了，你算账很快，调解的也很好。姑娘过奖了，不知有何贵干？能否借一步说话？
温先生，请教你一个问题：如果给你一条商业街，上千户居民，地界纠纷、邻里口角、各种矛盾，你会怎么管？分区设管事，小事管事协调，大事上报。新商户免租3月，做不下去提前报备。邻里纠纷靠管事多走动，闹起来各退一步。第二个问题，本地乡绅在商业街建成前提前占了一块地，有人脉有面子，县衙不敢惹，你怎么处理？强行占用会结仇，讲理他不听，那就让他自己想搬走。怎么让？给他更好的位置，每年再送点银子，面子给足，他自然愿意搬。姑娘见笑了，纸上谈兵罢了。温先生，愿不愿意把纸上谈兵变成实操？我普吉堂要在清水、柳桥2县沿河建一条商业街，需要一个人管，不需要会赚钱，但要能跟各方协调斡旋。你想不想加入？东家，我是很想跟着您，但在下身上还背着债。欠多少？37两。我替你清了，从你月钱里扣。东家，月钱多少？10两。东家，温彦之愿意跟随。契书，还有入伙立誓。东家大恩，彦之没齿难忘。小姐与书生相谈甚欢，帮书生赎身。谁在背后念叨我？东家，这是清水、柳桥2县沿河2000亩地的首期规划。主题商业街，简单来说，就是用一个故事把整条街串起来，让人感觉进了世外之地。出吉祥，才同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我们的剧本，我要你按照诗中的描绘，种上桃树，造出一样的景致。东家这是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我给你拨1万两，用来修建街市。可剧本2字作何解？井有了，得有人，雇人来过日子。老头下棋，妇人浣纱，孩童追闹，每人每天20文工钱。20文，雇200人一天就4两，1月120万，还不算造景修街，这是稳赔不赚的买卖啊！200人太少，先雇2000人，2县百姓不管老少，不挑手艺，按了手印就算普吉堂雇工，要的就是稳赔不赚，不然贪官跌的8个亿，什么时候才能霍霍完？东家兄弟，彦之此生未见，您这是散财救民，给百姓饭碗和尊严啊！去办吧，记得招工不要太严。温先生，普吉堂真招这么多百姓？县令，东家说了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只要签了公契，就是桃花源的人。快，衙门里能写字的全叫来帮忙！还有，快把散出去，把水患逃走的百姓全喊回来！东家签了3271人。丁，桃花源商业街区重建减4万两，员工工资专项预释放3000两，当前任务余额2万两，剩余时间5天。辛苦了，先回去歇着吧。是。得在5天内把钱花完，然后让哥给皇帝准备寿礼。普济堂工钱是多，我也想去，可就是太远了。可不是嘛，从工坊回到家得2个时辰，天都黑透了。刘嫂前天还崴了脚，唉，要是有个牛车送一送就好了。哎呦，哎，小姐买什么？买马，带大车厢的那种。你这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全要。
带香的自家有12辆，隔壁7、8辆，城南刘老三那边也有几辆。不够，我要100辆。一辆带香马车15辆，100辆就是1500辆。敢问小姐，买这么多马车做什么？拉人，光有车不行，还要配100个车夫，要经验老道的，能赶长途。100个车夫，光靠小的一家凑不齐，得联络7、8家牙行，少说要3、5天功夫，加上马车钱，合计将近2000辆。可以，3天内凑齐一半，剩下的5天内补齐。小姐放心，小的一定给您安排妥了。普济堂的工人分散各县，交通不便，搞个免费公交接送，不得赔到裤衩都不剩。恭喜宿主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获得奖励，未来头条查看权限。我操！好大的瓜！看来薛仁是防疫的关键，他要是死了，著作被烧，太医院就是一盘散沙。倒囤再多口罩和橘红镇咳酸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所以薛仁不能倒。哥，你得进宫做点什么。我能干点啥？平日里翰林院跟太医院也搭不上话呀。你送完寿礼，系统肯定给奖励。按你系统以往的调性。大柱，我是直男，那位也是，你该不会让我去勾引他吧？不用勾引，只要你保证那位全程不吃不喝，这一关就过了。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，10万条人命呢。行，开干！快帮我想想送什么，完成现在的任务。这你们知不知道皇帝喜欢什么？小姐，我知道，王爷经常给陛下送画。皇帝喜欢书画？对，陛下每次收到王爷的画，都会废寝忘食，连着看好几天。看舆图和布防图也算画。画画，这个我会。你会作画？那当然，我还得过奖呢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幼儿园得的，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。行了，这事不用操心，作画是我特长，手到擒来。明天回京，你赶紧洗洗睡吧。没事儿，7品小官送的画，皇帝肯定没空看的吧？谁成亲了？你爹？月儿、李儿回来了，快进屋！爹等了你们一整天。明理啊，你这次在江州干得漂亮，工部那帮老油条，平时谁都瞧不上，这回也不得不服气。还有你们治水工程的进度表，连陛下都说督造使尽忠职守，朕甚为。拿着，1人2万。爹，你哪来的钱？最近下面的人孝敬的，加起来5万两。爹，嗯，这钱以后别再收了。怎么了？因为警告，宿主不得透露系统任务内容，违者判定任务失败，满门抄斩。月儿啊，是不是又担心家里的安全？放心，有爹在，天塌不下来。爹，我在江州古寺求了个签，老护职说您财多压身，不利福寿，您身子骨比什么都重要，新得的银钱都放在我这儿保管吧。女儿长大了，知道心疼爹了。爹，我跟哥哥都希望您福寿绵长，您会一直陪着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爹会一直陪着你们。既然大师都说银子放那儿压福寿，不如让我拿去周转，替您赚钱积福。你这丫头自小就会哄你爹，剩下的1万两拿去。谢谢爹。丁，新增任务资金5万两白银，剩余时间10天。5万两好说，可爹小金库里还躺着8个亿，这点零头往外掏，得掏到什么时候？送完贺礼了。你是没看到，礼部看到我的画时脸上的表情。什么表情？震撼、
绝对的震撼。他看了足足3秒钟才回过神来。行，任务完成了吧？快看看奖励。选项1，令目标言听即从，持续1日；选项2，令目标面红耳赤，持续半日；选项3，防护甲，抵御1次致命攻击。这系统有病！哥，万寿宴上一定让皇帝全程不吃不喝。薛仁要是死了，10亿防控3论就没了，2个月后疫情爆发，10万人，你想想。恭喜宿主！滚！南疆贺寿千年血珊瑚摆件一座。皇兄，听闻翰林院顾边寿亲手化为贺礼，颇为用心，不如一观。李儿什么时候会作画了？取来。顾边修上前来，你来解释一下此画作。此画名为《万马奔腾图》。马在哪？奔腾过去了。好一个有意境的万马奔腾！顾边修，你这幅画倒也别致。谢陛下赏识。有用，魅惑术真的有用。陛下万寿无疆，臣妾酿制3年的桃花醉，愿陛下龙体安泰，福寿绵长。不能喝，酒里有情蛊。误闯天家，劝欲放下手中沙，张口欲唱声却哑，粉面披衣交个家。炼狱来安坐下，不敢沾染佛前茶，只做凡人赴雪月风花。顾边修的嗓子不错，朕今日兴致不在酒上，这酒先搁着吧。这该死的顾边修，臣妾遵旨。梅妃的异常，皇兄也有3分警觉，而顾明里的小曲恰好又添了3分，可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有意思。陛下不饮酒，这道桂花糕是臣妾亲手做的，清淡不腻。酒是拦住了，但糕点可能也有问题。人畜无害的脸，站在阳光下面，影子张牙舞爪，挖出深渊。朕晚间用过点心，不饿，撤了吧。陛下，撤掉。是。往年嫔妃亲手做的吃食，陛下多少都会赏面尝一口，今年却一样不碰，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？陛下，臣妾备了寿礼，只适合陛下一人独赏，今晚可否宜加寒芳点？日月翻牌子的节奏，得把皇帝今晚时间抢过来。我知道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朦胧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陛下，寒芳殿的寿礼改日再赏。顾边修方才唱了几首曲子，朕听着倒新鲜，不知出自哪部古籍。回陛下，臣前阵子在江州治水，发现了古谱 DJ 残卷。哦，今晚你来御书房见朕，朕倒想听听这残卷里还有什么新奇的唱词。啊！陛下推了梅妃，
让七品编修去御书房办家。这其实我家小儿子也挺优秀，二弟也不错，风华正茂。不愧是我儿子，就是优秀。宫斗3年，居然输给了一个7品编修，我得想个办法除掉这个男狐狸精。臣顾明礼，参见陛下。朕问你，今晚唱曲早局，拦酒拦高拦人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回陛下，臣得仙人托梦，仙人交代陛下今晚万不可随意饮食，否则龙体有恙。仙人托梦，哪路仙人？太上老君还是灶王爷？记不太清了，光很强，脸很糊，大概是 VIP 会员专属特效。陛下，太医院院判薛仁到。陛下，齐王殿下。免礼，看看这吃食有无不妥。陛下，这是苗疆的情蛊引子，入体后引药蛊虫自行爬入。若陛下饮了这酒，食了这膏，彻查梅妃母家承恩侯府，上下所有人，一个不许走脱。是。顾编修，本王倒十分好奇，你肚子里还有多少奇怪的唱曲？也不算多。再唱一首来听听。我无名分，我不多嗔，我与你难生恨。朕听出来了，你还有别的事。臣确有一事相求。臣的妹妹近日钻研药理，想跟薛大人学些医术。准了，薛仁，你不当指使，去顾府指点一二。臣遵旨。薛仁活着，10亿防控3论就还在，2个月后10万条人命就多一道保险。新增任务资金5万两，剩余时间10天。5万两，10天。江州项目虽在运转，但也吃不下这么大增量。京都贫民窟藏得深，疫病一来，他们没有大夫，没有药，一人染病，整条巷子就跟着倒。但顾家树大招风，纯做公益会被盯上，得有尽孝才行。可以在前堂卖贵药，1两金1斤，爱买不买；后堂做救济，花的钱全都记在橘红的研发账上。明天就开动。小姐，这位是主子给您配的师爷陆清河。陆某见过顾东家，王爷吩咐，东家若需账房帮手，尽管差遣。好家伙，阴阳账本还没执行，上头的审计就来了。看来往后花的每一笔钱都得说得通，不能露破绽。陆先生，往后跟着我，怕是要多跑路，会比较辛苦。东家客气，在下腿脚还行。那就好。粪污混流，通风为零，这种地方，一场大雨就能引爆疫病。陆先生，这些药材劳烦你去采购一下。东家，这分量，您是要开药铺，还是要给半个京都城熬药？一堂做的是长线买卖，怎么用我自有道理，先生只管采买便是。陆先生，对了，还有这个1000套熬药器具，再帮我找裁缝，照这个样式定制2000套护理服，还请先生加急准备，咱们要准备对外营业了。在下这就去办。
王爷，这几日顾小姐雇了600杂工，囤了几万斤药材，还定制了2000套护理服，花费了49400两。属下实在看不懂，花钱像挥霍，却比比实在，说是做买卖，却毫无盈利。那600杂工都在干什么？清理巷道、挖排水沟，整顿沿街净户的居住环境。一个药铺雇600人搞街巷卫生，工部和京兆府都没做成的事，他做了，有意思。疫情倒计时越来越近，口罩和橘红镇可散是核心物资，得提前确认好。这有多少斤橘红？3万斤。3万斤足够疫情使用，数量不多，正好可以慢慢卖。东家，像这样的货量，后面还有满满4大仓库，总共15万斤。我走时日产不到300斤，一个月是怎么做到15万斤的？伙计们的工钱高，干劲足，晚上闲来无事，索性自发加工了。倒也是不必。东家，这橘红功效如何？这橘红乃是镇咳化痰奇药，普通咳疾3天就能好。其实也没那么……就有如此神药，定价多少？咱们定价1两斤1斤，可已经有医馆出2两斤求购了。东家大才，那这橘红什么时候开始售卖？不，随时，咱们货量充足，就等着数银子了。跟着东家，我们就等着过好日子吧。完了，照这样下去，可能要赚大钱了。史不济在，给你一个更重要的差事，去破瓦巷接管橘红药堂，当大掌柜。东家，您让我去管理店铺，我过去可是干倒过50家铺子的。就是因为避财，才让你去镇店。没事儿，好好干，实现你真正价值的时候到了。还有，这里是600两，你定制2万个竹筒杯，拿来装橘红镇咳散。东家这是准备把药熬好了售卖？按我们自己的配方煎好药，1杯1份，拿到手就能喝。属下这就去办。恭喜宿主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解锁未来头条查看权限。小满刚过，京都出现群体性咳疾。3日后，苗疆古尸尸体从大宅抬出。苗疆古尸，万寿宴为梅妃提供琴骨的那个老头。7日后，咳快速散发，梅妃母家借意囤药，核心入财暴涨。1月内染疫逾万，药价飞涨，平民无药，日均死亡破百。日均破百。梅妃制作点心时已感染咳疾，病原经食物接触传入玉体。3日后，皇帝高热卧床，齐王待政，但疫情已不可抑制。承恩侯府为掩盖真面，转嫁矛头于顾相，又向顾德白贪墨败露，满门抄斩。咱们一家的满门是非灭不可吗？承恩侯家囤药抬价甩锅，杀的不是咱们一家，而是10万京都百姓。梅妃母家那个苗疆老头必须尽快处理，但我们又不能直接去承恩侯府找人，得借刀。借谁的？齐王的。听说有个苗疆蛊师，那老头身上带蛊虫，还带病毒，也不知他身在何处，希望能找到。叮，新宫斗任务已发布，请宿主亲手为陛下做餐食，让他无心吃梅妃的点心。目前皇帝好感度负570，任务完成后可获得好感度+5，任务期限1个月，失败惩罚秃头地中海。哥，你会做点心吗？他做点心，那我就做菜。好歹也吃了10多年外卖，什么菜没见过？比如番茄炒蛋。大庸现在没有番茄。那做拔丝地瓜。没有地瓜。红烧排骨。没有酱油。水煮鱼。没有辣椒。我就知道，宫斗任务没那么容易。顾边修要给陛下亲手做饭食，别有用心。是用心了，我得跟王爷汇报。每段留2人巡查，卫生不达标的当天整改，
水井每天早晚检查水质，发现浑浊或异味的立刻封井，这是死规矩，违者除名。东家，冤判薛大人来了。薛大人，劳您跑一趟。顾小姐客气，陛下有旨，老夫自当遵从。大人也看到了，我开了一堂，打算为百姓免费诊疗，还请大人帮忙长长眼，看看哪里布置不妥。这是今年的新货，上个月采的。顾小姐，你这是在预防食疫。大人，我开的是一堂，自然要备些清热解毒的药材。城南几千人挤在一起，不提前备药，等事到临头就不是治病，是收尸了。那是什么？口罩，防止飞沫传染的。飞沫传染？人说话、咳嗽时喷出的细小水珠，看不见，但带着邪气，这叫飞沫传播。口罩戴在口鼻处，能有效阻隔。后生可畏啊！这都是你想出来的？纸上谈兵，还请薛大人指点。请问小姐，想让老夫帮什么？我想请大人帮一堂搭一支防疫队，队伍600人，分3队，1队负责排查和隔离，2队负责药材监配和分发，3队负责转运和善后。我有人有药有地方，但没有经验。大人是大庸防治疫病最有经验的太医，只有您能教我们。行，老夫每隔3日来一趟，帮你调教队伍。平日有拿不准的，随时差人来太医院找我。多谢大人。东家，菊红药堂开张半个月了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无妨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而且菊红越陈化，药效越好。东家不怪属下没赚到钱。我们要厚积薄发，不要总想着把货卖出去，要学会主动把弊端摆在客人眼前，让他们自己选。主动暴露弊端？您的意思是，我应该告诉客人，咱们菊红的售价很高？对，真需要的客人不在乎价钱，在乎价钱的不是真需要，切勿强求。就是这儿，这东家也是妙人，把店开在这破地方。我就说嘛，囤那么多药材的铺子肯定不正经，你偏不信，非要跑来看。二位公子，我家货太昂贵，二位未必买得起，我劝二位赶紧走。不愧是干倒50家铺子的男人，这口才我甚是满意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我家货太贵，二位未必买得起。哎，你竟敢瞧不起小爷我！买不起就滚。二位公子可有咳疾？菊红是咳疾名贵药材，1两金1斤。二位没病，没必要破费。谁说没病就不能买？装货！敢瞧不起小爷？掌柜的，来10斤。10斤？公子使不得，这太贵重了。就要10斤，少1两都不行。什么情况？那个二位公子，看来他比你有钱。10斤算什么？爷，来20斤。跟我比钱，你能有我多？我要30斤，我要40斤。要不这样，二位各退一步，1人50斤，如何？这叫各退一步？那就50斤。不是，你们花钱这么随便的吗？小娘子不懂，只有名贵药材才配得上我们郑家医馆。没错没错，我们家药堂也不进平价货。你们这菊红当真3天止住老咳嗽？药因人而异，我若说包治百病，那才是骗你。昨儿我在郑家医馆给祖父买了2两，半夜就不怎么咳了。掌柜的，给我来30斤。那我也要10斤。东家，
今日已售320斤，加上昨天100斤，2日进账420两金，折白银4000两。让十部机控制一下，卖太快了。控制出售。橘红陈化周期长，库存有限，卖得快，药效跟不上，容易砸招牌。可库房囤了15万斤橘红，按1天100斤也能卖4年。在下这就去说。这位管事，今日的100斤辰时就售罄了，明日的也被人定了，后日的我也不敢打包票。那什么时候有货？我家夫人咳了半个月，最早的空档也在3个月后。要不您先交定金，1两金1斤锁定份额。我也要锁定，我也要。东家，橘红药堂累计营收12400两金，折白银12万余两，扣除前期投入，净利润9万7千两。还有，外地药商来打探货源，意向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开春了。这帮有钱人是不是脑子有坑？不行，得想办法把钱花出去，不然还怎么忽悠爹继续掏钱？陆先生，我要给伙计们发赏银。东家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为何突然发赏银？陆先生，如果我把你当牛马使唤，你拼死拼活驮回来的粮食全进了我口袋，你甘心吗？你再看看一武，天天风里来雨里去，难道我们药堂赚大钱了，他不配拿到一份赏银抚慰心灵吗？那东家觉得发多少？赏银共计3万7千两白银，扣除后剩余净利润6万两。怎么还有这么多？哎呦，乖女儿回来了！听说橘红药堂半个月净赚了近10万两。爹，这是女儿孝敬您的第一笔大钱，5万两，您随便花。月儿，你给爹钱花，我家月儿出息了，会反哺老父亲了。爹，女儿又看中一个新项目，可惜手头银子都压在橘红和江州那边了。这个项目光是启动就得20万两。月儿是想跟爹要银子？爹，咱顾家根基浅，您的那些银两，万一被人盯上了，那可就是……月儿说的，爹何尝不知？可这银子投出去，真能赚。爹，你要相信女儿，那个项目虽然周期长，但比橘红利润还高。死银子引货，活银子保命，与其等着被抄，不如让我帮您钱生钱。跟爹走。20万两你自己拿，这里只是一部分，像这样的银库，爹还有20多个。丁，新任务已发布，任务目标2个月内花完21万两白银，赃银20两，盈利银1万两，5万已经孝敬爹。下个月疫情就要爆发了，不仅得保命，还得拦着爹别再贪防疫银。妹，你来了。按照未来头条的提示，梅妃制作点心时已感染咳疾，病原经食物接触传入玉体。3日后，皇帝高热卧床，齐王待政，但疫情已不可抑制。承恩侯府为掩盖真面，转嫁矛头于故相，又向顾德白贪墨败露，满门抄斩。请宿主亲手为陛下做餐食，让他无心吃梅妃的点心。任务剩余时间3天，失败惩罚秃头地中海。我得在梅妃出手之前，先把皇帝的胃留住，让他顾不上别的。只剩3天了，想好做什么了吗？今早遇到薛太医，说陛下连着几日茶饭不思，说是长期久坐缺活动，气血不畅，吃什么都没滋味。如果让陛下吃涮火锅呢？可以啊，就用老北京铜锅清汤打底，棒骨熬高汤，有新鲜菌菇，上好羊肉。皇帝天天吃冷盘，肯定没见过这种吃法。再加上芝麻酱、蒜泥、葱花、香油，一口下去，谁能停得下来？但在深宫大院里，
请皇帝吃火锅，这操作难度未免也太大了。薛太医不是说陛下长期久坐缺活动吗？既然宫里规矩多，那就把皇帝忽悠出宫。是。我有个主意，设计一场沉浸式寻宝游戏。你要带皇帝玩剧本杀？对，宫里宫外设层层线索，每解开一道谜题，就获得一页上古残卷，内容够精彩，就能把它一路引到终点。终点在哪？咱家正好收集完残卷，顺便吃一顿热腾腾的铜锅涮肉。哥，你有残卷吗？普通东西入不了帝王的眼。系统，能不能帮我兑换一本让皇帝欲罢不能的书？系统商城暂时不会开放，需要扣除10点好感度当跑腿费。成交。这本书走错频道了吧？论语，还在正文后批注了帝王心术和治国方略。稳了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正好是皇帝需要的。所以你的计划是把《论语》撕成碎片，藏在宫里，让他追到咱家来吃火锅？对，男人至死是少年，没哪个少年不好奇寻宝游戏。哥，你离皇帝心中的 TOP 1又近了一步。二位兄弟，太医说陛下久坐伤身，急需活动筋骨，顾某设计了一套游戏方案，需二位帮忙把物品藏到指定地点。什么游戏？怎么玩？只是陪同陛下体验民间游戏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口是心非，得请示主子。陛下，膳食撤。臣顾明礼参见陛下。江州水患进展如何？回禀陛下，进展顺利。不过臣另有一事禀报，臣又遇见仙人了。仙人托梦说，宫中散落一部上古帝王治国秘典残卷，共12页，寻线索可得全本。荒唐！残卷已留在案头，陛下若有兴致，可一观。下一页在何处？第2页的线索指向文华殿后廊第3根廊柱的柱北石缝中。你这是在哄朕？陛下若是喜欢，臣也不是不能哄一下。顾边修胆子不小。陛下过誉，仙人说此等上古秘简为明君可得，须以诚心亲寻。若派人代寻，纸页上的字就会消失。行，今儿就当散散步。陛下，让奴才。陛下，是不是被施术？是不是术不知道，但陛下龙心大悦，顾边修的身份，怕是不能再以常理论了。
你想带朕去宫外？陛下，寻古籍这事您情我愿，您若不喜欢，便不去了。顾青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净。您与仙人的缘分乃是仙缘，确实与臣无关。行，若拼凑起来的古籍内容不过尔尔，朕就送你回仙人那边好好休息。臣一定给仙人带话，让他老人家亲自托梦来找您。皇兄，有臣弟陪着，不如咱们出宫走一遭。传常服，微服出行。顾府，你费这么大舟车，就为了请朕来你家？犬子说：“陛下近日饮食不佳，臣备了些家常诗食，给陛下换换口味。”这是什么？生肉生菜一锅滚水。顾青是打算让朕自己煮。陛下，这叫涮锅。肉片切得薄，滚汤里烫几下就熟了，一口一片，原汁原味。把肉片切得这么薄，倒是头一回见。这是城西刘屠户家从北定运来的羔羊，膻味轻，肉嫩。陛下，膳食还没验过。锅里是大棒骨熬了4个时辰的高汤，用的西郊山泉水，羊肉、菌菇、豆腐，所有食材源头可查。如果陛下不放心，臣愿为陛下试毒。行了，不用吵。陛下，吃啊！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伺候一下。陛下，张嘴啊，凉了就不香了。顾明礼，你好大的嘴！陛下说臣什么好大？再来一片。来，张嘴。放下，朕自己来。味道不错，尝尝。陛下再尝尝这个，这豆腐嫩着呢，这个粉丝吸饱了汤汁才好吃。陛下，这是古籍剩余内容，仙人让臣饭后当面奉上。这顿饭不错，回去让御膳房也备一口铜锅。陛下喜欢就好，下次臣再给您备个菌菇锅底。顾边兄对陛下真是上心。既然顾青如此上心，等治理完水欢，就来御前当值。恭送陛下！陛下竟然还让你去御前当值，儿啊，你前途无量啊！陛下，妾身做了些点心，请陛下尝尝。不必了，朕已用过膳。陛下可是在外面用的膳，您喜欢什么，臣妾都可以学。不必，你没有仙人指点。去查今晚陛下在哪儿用的膳，跟谁吃的，吃了什么。是。还有，给母家递信，陛下开始怀疑我了。让父亲早做打算，想办法让顾家那父子俩闭嘴。
宫斗任务完成，皇帝今夜未食用梅妃桂花糕，1瓶感染路径已阻断。成了！好感度投喂加5，火锅宴加5，系统自动匹配最优解，自定义奖励已存入物品栏。等等，说好的自定义吗？我还没选啊。84消毒液，消毒效果比石灰水强10倍不止，这是疫病防控的大杀器啊！原材料氯化钠矿脉，需要宿主亲自前去寻找。梅妃虽然没得手，但疫瓶的根源还没彻底切断。84小毒液的原材料必须尽快拿到手。我跟你一起去找。小姐，这路有点不对劲。小姐，有人堵路！车里的识趣就把值钱的东西丢出来，或者把命留下也成。小姐，杀吗？别动手，正愁那21万怎么花呢，这不就送上门了吗？你们劫财？是吧？这哪是山匪，分明是揭不开锅的苦地呀！你们寨子有多少人？算上老弱妇教100来号人，俺们以前只收过路费，但最近上队少了，寨子里揭不开锅了，这才下山堵官道。对，俺们是正经山匪，劫财不害命的。拦路能劫多少？绑架会不会？索要赎金会不会？我官家大小姐，那位我哥，绑我俩20万两起步。20万两，够寨子吃100年了。你认真的？你叫俺们绑你自己？对，写封威胁信送到顾府，要20万两，否则撕票。那个，俺们不会写字。想把事业做大做强，不识字怎么行？恩人，俺替兄弟们谢谢你。别磕了，赶紧派腿脚快的兄弟把信送出去。顾明月，你知道教唆犯是什么意思吗？哥，这是古代，没有这个罪名。小姐连山匪都能收服，太厉害了。不是收服，是商业合作。老爷，山上捎来一封信。这字迹是月儿的，莫非这就是月儿说的赚钱新项目？去库房提20万两银票，明天一早派人送上山。兄弟们，咱们有钱了！丁，恭喜宿主消耗库存20万两银，太好了，一下子花出去20万两。完了完了，朝廷的人来了！俺们是正经山匪，为啥会被剿？姑奶奶，劫财和绑架都是您教的，银子还你，你快走吧，千万别连累俺们。好不容易花出去的钱，就这么被退回来了。开门！王爷，听说顾东家被山匪劫了，赎金20万两。不能让齐王觉得我在转移赃银，否则顾家满门不保。王爷，这笔银子不是赎金，是投资，我准备雇他们当伙计，挖矿。王爷请看。仙人给了我哥一张藏宝图，说后面那座山谷里有一种特殊的矿石，可提炼制成消毒水。
消毒水有何用处？能净化水源，清洗器具，整体消杀，效力是石灰水的10倍，可用于防疫。这些人常年在山里讨生活，路熟能吃苦，我雇他们开矿采泉，让他们有口饭吃。哦，雇100个伙计需要20万两银。自然用不上20万两，剩下的要修路。什么路？这条路平坦通畅，只准马车通行，速度不得低于1炷香10里地。70里地原本要跑4个时辰，但在高速马路只需1个半时辰。高速马路修路的钱全由你们出？全由我们出。修好之后的过路费收入，我们跟官府55分账。听起来不错，路可以先修，但消毒水若是个幌子，这笔账本王会另算。一言为定。顾东家做生意的本事，本王见识了，日后可以考虑做皇商。大小姐，您刚才说雇俺们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往后寨子不许打劫，一半人跟我上山挖矿，另一半人修路，每人每月2两银子月钱，干得好还有奖金。从今天起，大小姐就是咱们东家，谁再敢说咱是匪，跟他急！东家，从今往后，俺们都听您的。正式定个名，我们这个组织就叫普济堂高速马路事业部，意思是我们是修路的，专业修路，合法收费。哦，行了，高速马路事业部顾总，路可以慢慢修，消毒水才是重头戏。今晚先休整一夜，明天一早出发找矿。前面有条溪，水是白的。就是这里，含氯化钠，浓度不低。水源确认了，接下来呢？先挖池匀水，再上锅蒸料。出水了！成了，2次蒸离后按配方调制，就是消毒水。明天开始投产，争取每天100坛，10天攒够1000坛。东家放心，俺们不吃不睡也给您烧明白。铜管10套3000两，伙计们的粮食4600两。小姐，10天就花了快1万两了。才1万两，继续花，别心疼银子。才。小姐，石掌柜让人送信来了。京都城内及周边数县咳疾患者骤增，一堂已按疫病来应对，请东家速规定夺。一切刚刚起步，但京都那边等不了。哥，我们得走了。去哪儿？疫情来了。备马回京都。